是说如云啊？她吃过饭出去了。哎，爸，如云还没起来吗？昨天晚上，他根本就没回来。没回来？爸，本来昨天晚上我就想跟您说的。昨天晚上就想跟我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如云，她不回来能去哪儿啊？去量一下血压啊。你好，我好像没见过你。你是没见过我，我姓叶，叶如云。你是叶？你们家姜维当主任了？听说了，你不在家这2年，姜维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挺不容易的。哎，他要是犯点什么小错，你可要给人个改正的机会啊！把这2年多耽误的尽量往回找。人们都说女人是花，其实男人也是花，也需要感情的浇灌。徐静，啊，你是不是我的好朋友？当然是了。那姜维的事情，你就应该告诉我。没有想到，我一点都没有想到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告诉你也有我的道理。我是觉着他们还没到那一步，所以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晚了可就不好说了。已经晚了。已经晚了？什么意思？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。他已经到科里报道上班了，看样子他暂时不去加拿大了。真弄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。那天晚上他回来的很晚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回来以后，他没去我的房间，而是去了瑶瑶的房间。我知道，他这是向我发出的信号。看得出来，你很矛盾，也很为难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，所以我想。所以你想让我回避？我不。我是怕对你造成伤害。如果他知道了我们的事情，那离婚的理由就会变得更加冠冕堂皇，而且他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他是这种人吗2年多不在一块儿了，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这很难说。那我就更瞧不起他了。我会理直气壮地跟你在一起。你可能没有受到过伤害，那是一种很无情的东西，它会让你受不了的。
我不怕伤害。如果有人问我，我就毫不在意地告诉他们，说我爱你。我什么都不怕。那你的牺牲就太大了。可我觉得值得。如云呐，爸，您想说什么？你和姜维，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？没什么事儿。爸，你想问什么？要是有什么事，你就告诉我。姜维哪里做的不对，我找他谈。真没事儿。哎呀，可是我总觉得你们之间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啊，可能是分开的久了，彼此都感到陌生了吧。哦。怎么样？刚从国外回来，家里的环境还能适应吗？既然是家，当然能适应。不过，有什么话就说，我有思想准备。你有准备？什么准备？我不会成为你的障碍的。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点？我实在不能理解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。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做什么铺垫。这种事情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一个不字就足够了。想离婚就大大方方说，何必浪费时间呢？我们已经不年轻了，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，知道吗？到底是你要离婚还是我要离婚？你怎么可以倒打一耙呢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，这么让人反感？好了，既然这样，没有必要谈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姜维还是姜维，过去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先生，请您说话小点声，谢谢。喂，对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以后你来啊，就不要敲门了啊。那可不行，谁知道你在屋里干嘛呢？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在这屋里我能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呢？啊，准备重要的手术呢，你看。手术难度很大，真替你担心。是啊，我知道。但是我跟患者没有第二种选择。哎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我走了啊。不，该做的事儿都做完了。哎，我有话对你说啊。我和他谈过了，但是谈得不好啊。他好像知道我们的事儿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没必要遮遮掩掩的。他的态度很强硬，谈话无法继续，半途而废。好了，现在不要想这些事儿了，好好想一想卓雅的手术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啊。你觉得我们俩之间还要说这个吗？那好，下次不说了啊。等等，姜维、叶如云两口子已经出现了情况。你要是个好女孩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林童，我再劝你一句，不要抢别人的东西，
否则你就是抢到手，你也不会安心的。看着我干嘛？有话你就说。状态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装着很多事儿，但是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就想手术的事儿，好吗？我知道。祝你成功。你要是真正关心他的话，就不该在这个时候来。他需要安静，需要心无旁骛地走进手术室。你不也来了吗？我和你不同，我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干扰的。他也不是一个轻易就会受到干扰的人。你是他妻子，你连这点都不知道吗？我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？你可以走了。你真的爱姜维？不好回答是吧？你把我弄到你的身边，就是想对我进行羞辱吗？那你应该找一个人更多的地方，这样的话会让我更加无地自容，那种效果不是更好吗？别的女人爱上我的丈夫，作为妻子，我连问一下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其实，我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，这样我才知道该怎么做。请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你真的爱姜维？好，那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，我是爱姜维。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跟我这么较劲，有些事情你更应该去跟你自己的丈夫去说清楚。你让我说什么？退出自己的婚姻，支持你们相爱？退出自己婚姻，不正是你现在要做的吗？我为什么要退出自己的婚姻？答案在你自己手里。来，你先吃。不，我要等爸爸在一起吃。爸爸，今天妈妈做好吃的了。啊，是吧？吃饭了。我吃过了。瑶瑶，你不是饿了吗？你先吃吧。你好，是肿瘤科吗？我是江瑶，我找我爸爸。林阿姨，你真漂亮。是吗？阿姨觉得你也很漂亮啊。那是因为妈妈漂亮。瑶瑶，你这道题是不是做错了？你看，这儿，是不是做错了？做错了吧？林阿姨，是你错了吧？是阿姨弄错了。林阿姨，大人也犯错误吗？有的时候，可能大人比小孩更容易犯错。叶医生，啊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
回家？回家干什么？瑶瑶刚才打来电话说她病了，被同学们送回家了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可我没敢惊动你们。我告诉林童了，他没跟你说。林童？他根本就没跟我说呀。真的？他怎么能这样？哎，干嘛？进来。从今天起，你呀就在这间办公室办公。那屋那么多人，你跟他们挤什么呀？再说，你们两个都是技术尖子，在一起有什么事还可以及时交流呀。江主任，我这么安排你没意见吧？如云，他没意见，他还冲我飞眼呢。再说了，两口子在一间办公室办公，是既浪漫又实惠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等，你不是说可以演戏吗？在家里演那么好，那办公室为什么不行呢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换个时间吧，我脑子很乱。我的脑子也很乱，但我想，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谈话。我猜对了，林童果然成了你借口。不错，我们是在恋爱。可是你的异国恋情不是也很浪漫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还想说什么啊？你能否认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什么？难道事实不比证据重要吗？啊？我从没有想过对你隐瞒什么。一直以来，我一直找机会跟你说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从回国到现在，你一直用敌对的眼光看我。不错，坦白地告诉你，我的导师克米洛确实向我表达了他的感情，确实表示了他的爱，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。一厢情愿？不太可能吧？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你应该相信事实。事实是我回来了，我躲避了那段感情。你逃避了那份感情？你可以告诉我逃避之前干了些什么啊？你把我看成了什么样的人？女人？难道我真的有那么肮脏吗？难道我们10年的婚姻，
就那么轻易的被你无端的猜疑给毁了？我们的婚姻难道就那么不堪一击？可是我们的婚姻里面出现了个不该出现的男人，这个男人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充当了一个奇怪的角色。你说，我该怎么面对这个婚姻呢？啊？如果你拿这件事做把柄，作为你婚外情的理由，我无话可说。现在，请你明明白白的告诉我，你要干什么？请你告诉我，我们的婚姻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？瑶瑶，你在班上是不是还是班长啊？不是班长。瑶瑶，妈妈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妈妈当然是来接你的了。瑶瑶，阿姨先走了啊。为什么？阿姨还有事儿啊。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林阿姨，星期天去我们家，让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你等等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瑶瑶，在这等妈妈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。是妈妈。不要接近我的女儿。怕我把她抢走吗？那我今天就给你说清楚。第一，没有人会抢走你的女儿，她永远都是你的女儿。第二，我没有刻意要接近她，我今天只是很偶然的碰到她了。还有，如果我下回再见到瑶瑶，我还会跟她讲话。如果我不理她，那对她才是一种伤害。我希望永远不要再有这种偶然相遇的事情发生，那才是对瑶瑶的真正伤害。因为她总有一天她会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，她也会知道你干了些什么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权利指责我。那好，那就请你告诉我，我都干了些什么。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吗？把你自己装成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可真正受委屈的是你吗？陆云，你也太傻了。姜维本来就怀疑你，你怎么能实话实说，加深他对你的怀疑呢？我不想骗他。谁让你骗他了？你只要保持沉默就行。再说了，你跟克米洛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你无愧于他。至于克米洛爱你，那又不是你的错。嗨，早知道这样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？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也解决不了问题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说，我说干脆嫁给科米洛。嫁给克米洛？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。我说的也是气话。姜维是个好男人，不然别的女人也不会爱上他。可越是好男人，就越容易在感情上出问题，而且一旦出了问题，就不好收拾。如云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
你应该主动去挽救，就像挽救癌症患者一样，1分钟都不能倒。有事吗？没事儿就不能进来呀？你想说什么？想跟江主任谈一谈爱情、婚姻、家庭之类的问题，怎么样？你感兴趣吗？想听如云说什么就说吧，啊。我想说的很简单。第一，一个好男人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第二，不要把感情泛滥当爱情。第三，不要太自私，要替别人想一想，尤其要替自己的家人好好想一想，因为他们跟你血脉相连。那你认为一个好女人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你说是什么？如云是个好女人吗？是，她当然是了。只能说曾经是。那是因为你变了。姜伟，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心胸狭窄、捕风捉影。你不能把假想中的故事当事实。如云没错，如果有错，他就不会提前回来。他这么做就是想清清白白的面对你。你用什么保证他清白？他的清白都是你想出来的吧？啊？你有没有替我想过啊？和一个爱他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了2年多，这里面发生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保证什么都没发生过吗？就像是一杯酒，明明知道酒里有毒，还要把它喝下去，这能吗？啊？如果事情像你想象的那样，那你又怎么解释他提前回来？用提前回国证明他清白，啊？曲静，你太幼稚了吧？啊？我幼稚？姜薇，我是不是不该爱上你啊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，都会在心里不由自主地想，我在抢他的丈夫。我很快就会离婚的。我不是催你离婚，我曾经对你说过，我会等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。那你就再耐心等等，好吗？我说过，我面前亮起的是红灯，我相信绿灯总会亮起来的。我不是没有耐心，我是没有信心。我怕时间长了，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人有的时候越想拥有，就越怕失去。你是对我没信心呢，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？啊？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忘记我的承诺，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履行我的承诺。我相信你，我也会用一生的时间去爱，去呵护我们的感情。别再自寻烦恼了啊！今天啊是姜伟的生日，我也是刚想起来的。姜薇的生日？对。哦，你想给姜薇过生日啊？那怎么过？去饭店。就是啊，什么也没准备，只好去饭店了。好。妈妈，爸爸的电话就是打不通。是吗？妈妈今天真漂亮。到饭店见打吧，让他直接去饭店找咱们。那也行。如意，你看咱们去哪家饭店？那就去避风塘吧，那儿环境不错。好，就避风塘。走。哎，这要听阿姨的。你别起来啊！
你还没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请我吃饭，而且这么丰盛。来，祝我生日快乐吧！啊？今天你过生日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连礼物都没准备，真是。你给了我一份爱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喂，哦，爸，是您呐？什么事儿？您说。你说什么？避风塘？我现在有事儿，我晚点去行吗？哎呀，什么事这么重要？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？哦，有人请你做院外手术。那好吧，你尽量快一点。如云、瑶瑶和我都在等你。啊，好。不，别动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哦，好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我请问，206在哪儿？就在隔壁。就在隔壁。对。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你不配接受孩子的礼物。什么？你要放弃？对，放弃也是一种选择。哎，你可别犯傻。你以为放弃的仅仅是姜维啊？这不是在谈恋爱，说放弃就放弃了。你可是他10多年的妻子。婚姻是容不得裂痕的，一旦出现了裂痕，就很难弥合。死缠烂打有什么意思？到头来双方都精疲力尽，可感情呢，却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。我知道你有一个强大的对手。林童是那种让男人无法不动心的女孩，可你也不能一枪不放的就败下阵来呀。我觉着，你不应该把眼睛只盯在姜维身上，你应该找林童谈，让他明白是他错了，应该放弃的是他，而不是你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倒好像是你抢了人家的丈夫。我还真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我自己挺残酷的，霸占着姜维，却让他们2个在感情上经受着折磨。你怎么连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都不讲啊？犯规的是他们，你发什么善心呢？把自己的丈夫当救灾物资一样送给人家。马上停止你们的感情游戏，马上停止！怎么不说话？不说话代表什么？我们的感情是认真的，是
是经过深思熟虑、时间考验，不是游戏。是伟大的爱情，对吧？可不管你有多少理由，只要想一想你的妻子，想一想你的女儿，你的这些理由就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姜伟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早就觉得你和如云有什么不对，可我不敢往这方面想。我觉得我姜文佑的儿子不会做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事。可我错了，我太自信了。所有的预想都变成了事实。姜伟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？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爸，我会告诉您为什么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林童，你妹妹的公公来了，我走了。家人你好。你好。您好。你能处理一下吗？好的。坐吧。我想和你谈谈，可以吗？我知道，您会来找我的，您说吧。在我眼里啊，你是一个善良、聪明、乐于助人的好姑娘，也是一个好护士。可是，你却做了一件一个好姑娘不该做的事。当然，这不完全怪你，姜维也有很大责任。我并不想指责你什么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情感不可高于理智。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，就因为懂得用理智控制自己。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也做过错事。做错事不怕，怕的是把错当成对。你是一个懂事的姑娘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你心里应该明白，用不着别人多说。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么多。你好好想一想，这些话有没有道理？我们是应该好好谈谈我们。我希望你和林童尽早了断，不要拖泥带水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您不了解情况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不那么认为，我认为事情很简单，收回你的心，结束你的婚外感情，一切问题就全都解决了。爸，本来啊，我不想告诉你，既然你坚持要问，我就跟你说了吧。首先是叶如云背叛了自己的感情，她爱上了别的男人。现在，你应该明白了吧？我不相信。
如云不是那种人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那好吧，我给您看一样东西。您看吧。您看看，您看看他的笑容，笑得多灿烂呢！还有那个肩膀上啊，那只搭在肩膀的手，多自然呢！是，这不足为凭，一张工作照嘛。爸爸，难道你非要看到我头上戴着绿帽子才相信呢？如果这只是一张简单的工作照，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拿出来，可他没有。他是把它珍藏在自己的日记本里，没人的时候偷偷的去看。啊，还有，你看他日记写的什么？克梅洛的感情攻势越来越强大，我被他逼得无路可走。我知道，他是一个优秀的男人，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。可是，爸，你还需要什么证据呢？瑶瑶，给妈妈开门。瑶瑶，给妈妈开门。瑶瑶，给妈妈开门。别进来。瑶瑶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让妈妈进来？你应该和爸爸睡在一起。瑶瑶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快，把门开开，让妈妈看看。你应该和爸爸睡在一起。顾小帆让我多关心你一点，我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林童，对不起啊。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和叶若云的事儿一直拖到现在。别说这个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不着急，啊。我觉得现在，咱们更应该好好想想周格的事情，怎么才能让他明白呢？我特别替你担心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的名誉影响太大了。你放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若云啊，哎，爸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和姜维，也许我不该问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。爸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和姜维真的不行了吗？这个家就这么完了？你们俩都是医院里公认的好医生，事实上你们也都很优秀，可你们怎么就成不了一对好夫妻呢？素不相识的病人，你都能跟他们处得那么好，10年的夫妻，10年的感情，说没就没了吗？爸，我无能为力。不，你不是无能为力，是不想努力。如果你还把这个家当成家，你心里还有瑶瑶和我，你就不会冷得像一块冰。
不是我冷得像一块冰，而是我再也热不起来了。那是不是因为这个？怎么在您这儿？这是姜维给我的。如云呐，你真的那么喜欢加拿大吗？我如果喜欢加拿大，我就不会提前回来，我就不会拒绝克米洛，我就不会看到我不愿意看到的这一切。如烟，我没有一点责怪你的意思。你应该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吧？这只是他的借口，是他要离开我的理由。他只要告诉我，他不需要我了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林童，江主任，我跟你已经谈过一次，我不想把话说得过重，可是你还在我行我素，我的话对你没起一点作用，你根本就没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。我再一次提醒你，不要拿爱情当借口，因为你所谓的爱情是不道德的。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不讲，那么这个人的行为、感情就是不干净，甚至是肮脏的。上次你就一言不发，现在你又保持沉默，是不是无话可说？林童，你应该罢手了。不，瑶瑶不能跟你。我只要瑶瑶，别的什么都不要。你别的什么都可以要，就是不能要瑶瑶。瑶瑶不需要继母，瑶瑶更不需要继父，尤其是一个外国继父。他不会去加拿大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。你为什么这么固执？你凭什么说我要去加拿大？那是因为你不想说。你不应该不说，更不应该让克米洛打那种试探虚实的电话。电话？什么电话？你的记忆力不会这么糟糕吧？就在你决定延期的时候啊，克米洛打了一个电话，我想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就在他身边吧。我为什么要让他打电话？那是因为你勇气不够，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。这事儿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从来没有让科米洛打过任何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你打这个电话。那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现在还是你的妻子，凭我是瑶瑶的母亲。好吧，就算你没让克米洛打这个电话，可是克米洛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？这后面的故事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吧？啊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装模作样的回来工作，就是想找机会把瑶瑶从我身边带走。你这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可惜你没有把自己包裹好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就是这么想的，这么做的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看我，我同意离婚。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瑶瑶。不可能，瑶瑶不能离开爷爷和爸爸。瑶瑶更需要母亲。瑶瑶已经适应了没有母亲的日子，她不需要。我曾经还很庆幸，我庆幸我自己遇到一个好男人。我还曾经设想过跟你有一个家，像所有正常的夫妻一样，上班下班，洗衣服做饭，
恩恩爱爱的。会的，这一切会变成现实的。会吗？相信我，会的。我会是个好丈夫，因为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来，吃饭吧啊！可是，你想说什么？没有什么。为咱们未来的家干杯！啊！姜伟，你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很善良的好男人。可我不是一个小孩，我不需要你天天哄着我，天天陪着我，那样你就太累了。怎么会呢？我跟你在一起啊，只有轻松，没有累。我永远都不会觉得累。来，我们分手吧。说什么？分手？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啊！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对我说，收回你说的话好吗？啊！可是你以为我们还分得开吗？啊！我们已经分不开了。你已经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你占据了我的心。我会和你相依相伴，一起往前走的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啊！别再说分手的话了啊！你别再吓唬我了，好吗？啊！可是，还有什么好可是的啊？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的脸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他们都是真实的，都是真诚的，没有一点虚伪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好了，别乱想了啊！有事儿吗？我想和你谈谈。我们能谈的只有离婚这件事儿了吧？离婚的事儿啊，我不想再拖了。我还是原来的想法，
瑶瑶归我，其他的随你怎么办。今天晚上，我不想跟你谈这个。他太年轻了，不能没有腿，这对他太残酷了。你真的那么爱他？是。他的腿能不能保住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如果保不住的话，你还那么爱他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是。不管他怎么样，我对他的感情都不会变。那你还等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把我们离婚手续尽快办了，是吧？不是尽快，是明天。瑶瑶，你怎么？我最不想伤害的就是瑶瑶。可是你已经伤害了他，你从来没有替他着想过。瑶瑶不见了。爸，我们这边走了哈。我上那边啊。哎，好。走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你今天到底说了什么？有消息了吗？啊？都是你！瑶瑶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！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！找不到就别回来。瑶瑶，瑶瑶是你吗？哎，瑶瑶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？瑶瑶，是我是林阿姨呀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！瑶瑶，瑶瑶，林阿姨不是跟你是好朋友吗？你爸爸妈妈呢？啊，讨厌你！瑶瑶，林阿姨，对不起，林阿姨，不要抢走爸爸，把爸爸留给妈妈。林阿姨，求求你。瑶瑶，阿姨不会把你爸爸抢走的。